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陈康的微信：依依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快离婚，给你和孩子一个家。我愣了一下，果断把这条信息先截图保存了起来。果然，下一秒，这条信息被撤回了。陈康是我的丈夫，而我不叫依依。我知道依依是谁，姜子怡，陈康的白月光。我和阿康是大学同学，我追的他。那时他正准备考外省的研究生，因为姜子怡在那个城市，他喜欢她很多年，爱而不得。我知道，但那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他现在单身。在确认我自己的心意后，我果断告白了。他犹豫了1个月左右，答应了。我开心极了，他肯定爱我，不然怎么会答应呢？我们都家境贫寒，结婚的时候，他说我们现在没钱，彩礼就不给了吧。我说没问题，我爸妈那边我去说。我没费太大功夫，就说服了我爸不要彩礼。我跟我爸说，你想啊，给彩礼就是嫁女儿，按风俗，以后出嫁的女儿是不赡养父母的。现在不要彩礼，我以后养你。我爸也没纠结，就同意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但却忘了，这是我认为的，不是阿康。有一次我们吵架，提起彩礼，他理直气壮，彩礼我是1分钱没给，那也是你同意的。你是嫁到我家的，就是我们家的人，对于自己娘家要有分寸，父母都是靠儿子，哪有靠出嫁的姑娘的？更何况你有弟弟。我气到无语，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？那会儿孩子都快1岁了，要离婚，我也舍不得孩子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后来果然就没有彩礼，连婚礼都潦潦草草，就请亲戚朋友吃了个饭，就算正式结婚了。仪式吗？我不在乎，2个人好好过日子就成。我们靠着自己一点点攒钱，买了房，有了家。婚后第2年，姜子怡要结婚了，她挑挑选选了很久，买了个金镶玉的首饰作为贺礼，专门去了她的城市参加婚礼。我有点酸酸的，我结婚什么都没有。她倒很坦诚，我们是自己人，讲究那些虚的干啥？我这是送礼，你想，送东西和送钱不是一样的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讲究虚的。我很快说服了自己，我们的相处很和谐，几乎没有矛盾。有问题我们就商量着来，意见不一致的时候，几乎都听他的。夫妻2个在一起，总有人要让一步。他性格比较执拗，所以我常常是那个退一步的人。即使我不同意他的说法，也不愿意跟他争，又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。他是爱我的，还能坑我不成？我常常跟朋友说，我跟阿康吵架从未吵赢过，我是当笑话讲的，也从未放到心上。2个人在一起，对事情总有不同的看法，干嘛一定要争个输赢呢？其实后来我发现，我错得离谱。我爱他，向他表白，他接受了，我就认为他爱我。我和他的那些争吵，我觉得是个知己见，没必要争个高下。他认为我没有说服他，就是我错了，我认输了。所以他在我面前总是觉得高我一等。那时我们结婚已经很久了，丫丫都会走了。因为养小孩，我们的争吵多了很多。有一天我问他，阿康，我和你吵架，从来没有吵赢过，你怎么看？哈哈，当然是我更有道理啊，你没道理吗？阿康很得意，可是每一次都是你赢，所以每一次都是我有道理呀。我跟你说，我吵架还从来没有输过呢。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有道理，你说的并不全对呀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都是对的，从来没有错的时候。阿康斩钉截铁，可是人总会犯错的呀，不可能完美，我就是每次都对。你说我哪次错了？你当时怎么不说？我说了，你没听，那就是你说的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我当然不听了。可是有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分对错的呀，有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看法，怎么可能？不一样的观点当然有对有错，你没说服我，当然是你没道理了，错了就错了吗？还不承认？阿康嘴角露出一丝鄙夷。可是我有不一样的看法，
未必是我错了吗？你有什么观点？你能有什么观点？你哪一次能说服我？错了就是错了，承认自己无知很难吗？错了没关系，听我的就好了。你怎么能保证自己每次都对呢？那当然，我是谁？我当然每次都是对的。我跟你说，谁讲理都说不过我，我浑身都是理。那这次呢？当然是你错了。你别多想，不懂不要紧，听我的就对了。我哼了一声，怎么还不服气？阿康看着我，笑着说，错了就错了，我是对的，你听我的。毫无疑问，这次吵架我又输了。我闭嘴了。原来他只要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关掉自己的耳朵，那么所有跟他不一样的看法就都是错的。我的那些最后的沉默，在他那里都是承认我错了。原来他是这样一遍一遍巩固自己的认知的。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我总以为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自己退一步，让一让他，没关系。可是后来，当我退无可退的时候，我开始试着反抗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不听话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我说什么你都听的。以前我以为你事事会为我考虑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都没有事事为你考虑啊，我一直是这样的呀。以前你爱我，愿意让着我，现在你不爱我了，所以总是跟我作对。那你想要我怎样？还和以前一样啊，听我的就好了。这人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一直以为他很聪明，现在看来是我太蠢了。确定了他不爱我这件事情，几乎是瞬间我就不爱他了。我可以爱一个人，很爱很爱，很勇敢的追求，很卑微的讨好，无休止的等待。可是我所求的是爱，而不是别的。不确定的时候，我可以去争取，确定了，死心就在一瞬间。再回头看那些我当时不在意的争吵，才发现我迟钝的可以。刚交往时，他跟我讲父母子女无恩论，说这是让梨的恐龙说的，父母未经子女同意就把子女生了出来，这是恩情吗？不是，这是父母纵欲的结果。父母把子女养大是恩情吗？也不是，这是责任和义务，他如果不养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有多少无良的父母，孩子一个接一个的生，生而不教，生而不养，孩子像野草一样生长，长大就长大了，没长大的也就听天由命了。这样的父母对子女有什么恩情？我觉得他真有学问，知道这么多。对呀，父母子女无恩论只是一种观点嘛，又不是说我的父母对我没有恩情，我不爱我的父母，这是两回事。他很孝顺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嘛，我也孝顺公婆，自问做得比他好。可是到我父母面前，仅有的几次陪我回老家，他总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，不理任何人。我爸妈来看我，除了见面第一面声音像蚊子一样勉强叫了人之外，之后的几天见了面从来不打招呼，不说一句话。我妈跟我说，阿康见了我们就跟不认识一样。我还安慰我爸妈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不善言辞，人不坏的。我后来想，不是的，是他从没把我的家人当亲人。还有，你是结过婚的人了，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怎么老想着回娘家？过年都是在婆家过的，哪有回娘家过年的？女生结了婚，回娘家就是走亲戚，你懂不懂啊？你看我们那边，女儿再怎么照顾老人，丧事还得在儿子家里办，女儿也得行礼，这是风俗。你妈生病了，你回去能干吗？你回去你妈病就能好。你是出嫁的女儿，你弟弟跟你爸妈才是一家，照顾你爸妈是你弟弟的责任，以后你爸妈去世了，遗产都是他的，这里才是你的家。我妈年纪大了，照顾小孩多累呀，你回家就多干点。我怎么不干？我妈干的就是我干的，你凭什么跟我比？去他妈的！什么狗屁理论！我不想争，也不再争，只是我不再听他的。孩子我自己照顾，父母我自己孝顺。至于他这个人，我很早就不想要了。现在他也想离婚，太好了。夜里12点多了，丫丫已经熟睡，
陈康还没回来，他回来一向没个准点。生小孩前我还盯着他，要是回来太晚了，也会打电话问问。生完小孩之后，照顾小孩已经占据了我所有的精力，所以对他几点回家，我也不管不问了。反正不管多晚，他都会回来的。现在他不回来也没关系。我躺在床上，没有一丝睡意，翻来倒去的想心事。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爱他的？大概是在我一次次期待又失望，终于放弃所有希望的时候，是在我确定他不爱我的时候。都说生小孩是夫妻关系的照妖镜，很不幸，我照出了妖怪。其实说来也平常的很，无非是丧偶式育儿加诈尸式教育。小孩的事情不要去烦他，小孩若是吵得他心烦，他就大吼一通，然后继续玩手机。我一开始也和他争论，但他特别理直气壮，我从来都没有变，结婚前什么样，结婚后还是什么样。结婚前我不洗衣服，不做家务，结婚后我还是这样。反而是你变了，你结婚前对我多温柔，你看他现在对我说话总是不耐烦，也不帮我洗衣服了。我简直要气笑了。他看不见我整日整夜抱着小孩，看不见我夜里起来5、6次照顾小孩，看不见我刚当妈妈被迫做出的所有改变，这些他都看不见。他只看见我对他不够温柔，没给他洗衣服。争过几次之后，在我没有说服他，在他的理论体系里，所以我错了，认输了的情况下，我不再对他提任何要求。有人说脏话是情绪的尽头，不是，情绪的尽头是沉默，是心死，是绝望。公婆3番5次的催我生2胎，他们想要孙子。平心而论，他们对孙女还是不错的，就是骨子里的思想，觉得得有个孙子顶门立户。陈康也劝我再生一个，我直接拒绝，丫丫我都带不过来了，再生一个你来带吗？那不是有我爸妈呢吗？陈康理直气壮，我是给你生孩子，不是给你爸妈，那不一样吗？我爸妈干的就是我干的。呵呵。有一次我被吵得心烦，直接吼他，我愿意生孩子，我只是不愿意再给你生孩子。从此以后他再没提过生孩子的事儿。现在有人愿意给他生孩子了，还是他心心念念的姜子怡。他的人生完满了。人到中年，谈什么爱不爱的，多俗气。要谈责任，责任靠什么？很多时候靠钱。他还能挣钱，不家暴，算了，忍忍吧。而且他工资比我高，这几年又是他爸妈在这边帮着带孩子，离婚的话，我没把握争得压压。每一次我想离婚的时候，看他孩子也就算了，但是现在他也不想过了。那正好，这个家里除了他这个人，其他的我都想争取。姜子怡才来这里不到2个月，那会疫情正严重，他失业了，又离了婚，孤身一人。阿康帮他找了工作，这我知道。他来的那天，阿康帮他安顿的，我也知道。我没多心，老同学碰到困难，能帮肯定要帮的。只是那天阿康好像很晚才回来，几点回来的我不知道，但夜里3点多我哄好小孩起来去卫生间时，他还没回来。现在看来，或许情况早都不对了，只怪我太轻率了，也不曾往这方面想。我居然有点感激他。这个男人我早都不想要了，只是担心丫丫被抢走。现在他的白月光有了他的孩子，他应该不会争我的丫丫了。当然我不能只靠他，自己想要的东西只靠别人是靠不住的，要自己争取。第2天我找到许茹，她是我在这个城市唯一的朋友，请她约上她老公一起。她老公是律师，我把我的情况说了一下，了解都需要哪些证据，取证的注意事项。阿康应该不会打官司，姜子怡的肚子等不起。可我依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要证据，是为了跟他谈，丫丫归我，他净身出户。陈康的手机从来不换密码，按他的话说，他做人坦荡荡。果然，我去看他的手机，里面干干净净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
姜子怡到这个城市这么久，他们从来没联系过。鬼才信呢，一点内容都没有，恰好说明有问题。陈康很谨慎，不会在这上面让我查出丝毫问题，所以只能从姜子怡身上下手了。第二天，许茹告诉我，他们单位有个同事的老婆阿雅和姜子怡在一个单位，同一个部门，或许能帮忙。我跟许茹商量，请阿雅给姜子怡讲故事，什么故事无所谓，就3个主题：男人让女人当小三就是不爱，女人当小三就是贱，私生子以后要被人嘲笑是没爹的孩子。许茹天天跟我汇报进展，太啰嗦了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有人拍到姜子怡和一个男人一起吃饭，后来问她，她承认是她男朋友。照片发过来了，有点模糊，但很确定是陈康。许茹去医院看病，碰到了姜子怡，出于好奇就跟了过去。看到姜子怡去了产科，她有个小姐妹在产科当护士，就去找她聊天。原来姜子怡是来咨询建卡的事情，因为建卡的人多，一般都是产妇写好资料后统一放在一个房间，之后医院统一录入系统的。等姜子怡走后，许茹找到了姜子怡的卡片，上面父亲一栏的名字是陈康，身份证号和电话也有。许茹说，估计是姜子怡觉得反正没人会查，先写上也没关系。总之，她对自己对陈康都很有信心。陈康还没找我谈，但能明显看出他越来越焦虑了。我想也是，医院一般3个月建卡，姜子怡的肚子很快就瞒不住了，最多再过1个月，肚子就会很明显。他那么爱姜子怡，不会让她被人非议的。终于，陈康找我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他倒是开门见山。为什么？我装糊涂。不为什么，这样的日子我过腻了，也忍不下去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他这会儿还想隐瞒姜子怡怀孕了吧？你知道，微信我看到了。你要怎么离？丫丫归我，他是我们老陈家的孩子，我爸妈一直照顾的，他们也舍不得孙子。房子归我，我爸妈一直住在这里，丫丫也在这里住惯了。房子当时我们买的时候110万，我付给你55万。我扭头就走，他拉住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不离。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当时是你追的我，可是现在依依回来了，我得对她负责。别纠缠了，行不行？我纠缠你。我看着他，努力压着自己的火，劝自己说自己当年瞎了眼，嫁了这么个玩意儿，年少无知，年少无知。算了算了，这不有人接手了吗？总算把那一堆要吐槽的话都吞了回去。丫丫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同意的话，我立马签字离婚。你打住，我不想听你讲道理，我听够了。行就离，不行就算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了。我和许茹早盘算过了，陈康工资不错，完全有能力再买一套房，姜子怡的情况也不会让他拖下去。如果他真的在乎姜子怡的话，1周后我拿到了离婚协议，丫丫归我，房子归我，他们1周内搬家。我心里感叹，难得呀，这么多年来我唯一赢了一次。为了白月光，他什么都可以放弃。我和他都过上了理想的生活。我有丫丫，有房子，我父母偶尔过来帮我带孩子，我很幸福，很知足。他有白月光，有孩子，应该也很幸福吧。过了很久，许茹有一天跑过来，神秘兮兮地问我，有个陈康的八卦，要不要听？废话，谁还没有一颗八卦的心啊？离婚后我是不去关心他的情况了，可是送上门的八卦当然要听。姜子怡的孩子不是陈康的。说完，他满脸得意地看着我，欣赏我目瞪口呆的表情。我只会说一句啊。许茹不等我问，就如同倒豆子一样说了起来，我那个小姐妹不是在医院当护士吗？上次我跟她说了姜子怡，就让她就留心了下。你不打听陈康的事情，我可是关心得很。我本来只想知道他生的到底是男孩女孩，谁知道啊，生小孩后不都要采集血样吗？我小姐妹说，她看姜子怡的报告发现陈康是 A 型血，姜子怡是 A 型血，但小孩是 AB 型血。这都不用亲子鉴定，
妥妥的非亲生嘛。我小姐妹也没声张，就偷偷告诉了我。我一听就赶紧来告诉你了。我终于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蹲在地上捂着肚子，哎呦哎呦。就让我不善良一次吧，我真的要笑。好不容易止住笑，我和许茹商量，这个事情要保密。一是不能让小姐妹为难，再是无论如何，他是孩子法律意义上的父亲，除非去做亲子鉴定，否则他别想赖掉了。离婚后，陈康严格按照约定，每周带丫丫回奶奶家住半天。后来，陈康看丫丫的频率明显增加了，带丫丫去奶奶家，回来的也越来越晚。我心知肚明，也没说什么。多一个人爱丫丫，我巴不得。只要丫丫高兴，我就同意。又过了几年，丫丫上小学了，许茹热心地帮我介绍对象。我劝她别费那个心了，我都奔40的人了，找什么呀？你说咱这辈子恋爱谈过了，婚姻见识过了，小孩也有了，有什么不知足的？再说再婚总得图点啥吧？人家图我什么呢？容颜不在，斤斤计较，反正我不会再生小孩，我的一切都是丫丫的。条件差的我看不上，条件好的看不上我，谁也别将就谁，过好自己的日子就成。许茹一阵无语，问我真有特别合适的，也不考虑。我白了她一眼，怎么会？我又不是追求单身，我只是不愿意凑合，不愿意委屈自己，不愿意委屈丫丫，也不愿意委屈人家。能有自己的孩子，谁愿意疼别人的孩子呀？真能碰到那么个人，能让我和丫丫更幸福，我干嘛不乐意？行，我给你瞅着，你跟丫丫好好过，有合适的，咱就试试，好吧？我点点头。真的会有那样的人吗？几率很小很小吧，火星撞地球的几率。算了算了，不追求，不逃避。没碰到那个人，就安安稳稳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碰到了就勇敢去爱。爱情啊，谁不想要呢？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？到了80岁，我依然渴望爱情。全剧中，